好的，来看看今天小狼是给大伙带来的《战国传承3》啊，《战国传承3》轻版的一命通关，而且是3进通关啊。这个哪3进呢？咱们在游戏当中可以选择看一下啊。其实3进无非就是那么几种啊。操作者呢是战国传承，他这个名字起的就说明他自己是一个专门玩这个游戏的高手。我们曾经也是解说过他的视频。那么这部视频呢是在2019年的6月份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我好像是解说过，不过不要紧。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，也可以给大家伙呢表演啊，这个对吧？再说一下，这都是小事儿，因为咱们要看嘛，对吧？这个可以重温啊，就跟大家伙看个电影一样。为什么要做这个呢？因为现在有很多版本啊，比如说像什么封神版，但是呢，我没有获得非常好的优质录像。他们虽然说也是近的这个玩法啊，但是呢，这个玩法呢可能过于变态。是高手，但是呢，视频也很优质，但是呢，很多咱们小菜鸟看不懂啊。咱们有点从头开始看。那这次呢，咱们玩的轻版呢，就相当于咱们官方正版的这个民间改版，然而把一些这个后续的手段全用得上。比如说上来咱们就可以选百鬼和阿国。百鬼呢就是那个彻地丁啊，就大家伙儿就非常喜欢，长得像那个死神里面那个日番谷东侍郎啊。然后呢，这个阿国呢，就是每一个游戏里面都必须得有一个大胸的妹子。那这个游戏也不例外，那没毛病，就是他啊，可不就是他嘛啊。然后再有呢，就是很多这个怪物啊，它在不应该出现的地图呢出现了，像刚才那个怨念的那个球球啊，也是。所以说这个轻版呢，肯定是要比这个原版要难。在这个鸡骨眼上，咱们还要打这个3进的话啊，你可以看到，咱们这里面呢是没有进气儿，你看咱们是没有进气儿的，所以说肯定是不进气。你可以选择什么呢？比如说进血。或者是进超杀，还有就是进这个武器啊，比如说咱们可以进这个这个手里剑呐、飞镖啊，还有这个雷之类的啊。这个雷呢，其实在打最后一关 BOSS 的时候还是很好使的。如果一旦你进掉的话呢，其实也无所谓啊，因为高手玩这个游戏真的是随随便便啊。好了，看看现在是来自于我们的。红这个人物啊，好像选的人不多。我记得那个刚出《战国传承3》，大家伙都非常喜欢玩这个游戏呢，也算是生不逢时。它是横版这个街机游戏当中一个非常不可多得的优质游戏。尽管呢，它出生的这个年月日啊，已经是非常晚了，以导致内分泌失调。好的，咱们看看不进超杀啊，超杀用1颗豆的这个超杀咱们是不进的啊。好，看看。这个跳起来轻重攻击的切换啊，这也是高手必备啊，高手必备。然后女性角色呢，咱们阿国就不用多说了啊，是一个刚开始选不了的人物，当然轻版除外。而这个版本的红呢，其实也一样啊。这些人我记得都是喜欢选那个叫那个老金，就是一个歪果人，他在学忍术啊，他学忍术的歪果人。然后呢，选影莲的人呢也是非常实惠。影莲呢，其实我个人觉得对新手呢还是非常友好的。然后再有就是金刚。金刚呢可能稍微的难一点啊，不太有人愿意玩。攻击的这个速度还有它的这种玩法，感觉看起来好像判定点掌握不是很好，所以说这个金刚啊玩的人不多。而且你会发现好多游戏啊，这个都有这个一个拿着大柱子的啊，拿着一个擎天柱的这么一个 boss 啊，也不是 boss 啊，一个人物啊，也都有这样的这样的东西啊。然后再就是百鬼呢，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角色啊，主要是帅。再就是阿国了啊，阿国的话呢，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好使。我要不是他胸大啊，我肯定是不会选他的，知道吧啊？所以这个情况啊，金刚输出最高吧？理论上来讲呢，咱们是这样的，这个游戏的输出呢，其实我个人感觉呢，输出你得看什么情况。如果咱们正常打的话，那么肯定是金刚输出高。但是如果你要咱们玩的话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个游戏它有一个联机系统，看没看见左下角有个联机系统？这个联机系统呢，它有奖励乘以3乘以4，你包括打这个打那个桶，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这种装置啊，这种机关你打的话也可以累积，只要在这个能量没消失的过程当中，咱们这个累积啊到了多少连，它的伤害就会加。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个轻版这么难，这些 BOSS 这么多血，它可以把 BOSS 给秒掉呢？为什么呢？没有什么为什么，就是因为它的连击啊一直在续着，它在打的过程当中有这个连击效果，这个连击效果一在怎么样，攻击力就变得非常的高。所以说呢，你像有的人呢，他连击效果好，所以说金刚的攻击力呢在后期它也可以连，当然啊，金刚也可以连这么多连击。
但是可能就没有这帮人连的那么顺手了。所以说呢，攻击力这个东西也无所谓啊。对，这个就是连击越多，伤害越高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。这个游戏呢，背景故事啊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。如果大家伙知道为什么叫《战国传承3》呢？如果你要玩过《战国传承1》和2的话，这两个游戏呢，其实我个人感觉呢，肯定是没有3火。我跟大伙讲解一下的概念是什么？就是1和2呢，其实就是正常。在3呢，它是这个游戏的质量啊，是非一般的往上窜。这个就是本游戏当中非常屌的这个 BOSS， 叫做阿国啊。这个 BOSS 呢，咱们可以招降的。而这个阿国呢，胸是真的，说句实话啊，它不大，它只是翘，只是挺，只是非常的 Q 弹啊。大家伙知道什么叫 Q 弹吧？啊，这个 Q 弹的意思就是你一打它一颤乎啊。你看啊，一打一颤乎，这个真的是，哎呀，怎么说呢啊？好，可以看到这么一个打法啊，就是空中啊，它会有防，不过不要紧，咱们的连击数一直在啊。连击数只要在的话啊，基本上这个伤害就会越来越高。啊，打倒了就有点嘚儿啊，还能续上，还行。4点连击有点 great。好，到60多点还是奖励4啊，到70点还是奖励4，好，直接打死。到4点的话，其实伤害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啊。阿红的 Q 弹不，他这个就是有点小。有很多人喜欢这种戏啊，我记得很多日本电影里面经常有那种，就是咱们就叫小，就是你那有多大呀，对吧？我就跟馒头那么大，然后呢，当天晚上你他妈吹牛逼，哪有馒头大？他说我那是旺仔小馒头啊，那就没有吧，对吧？那阿红这个肯定不是旺仔小馒头，他这个应该有点像那个铜锣烧那么大吧啊，有点像日本那个铜锣烧那么大，所以说。也就是那么回事啊 ，Q 肯定是 Q， 但弹不弹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我也没摸过啊，我没看过，对不对啊？好，看看美微乳，应该叫贫乳系啊，经常有喜欢看那种的，比如说什么1.42米、1.43米，然后贫乳系。虽然说这个小姐姐已经超过16岁啊，超过18岁了，但是看起来感觉有点像12、13岁似的啊。在这个国际上有一个公约，尽管你可以拍这个色情电影，但是呢，你可以像小孩，但你不能是小孩。你要是小孩的话，这不仅是违法，而且要摊大事，知道吗？而且要摊大事，包括你看也是大事的，兄弟们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话不多说啊，这个咱们正常打，我们看出来了，它应该是首先呢是要进血，然后呢咱们还要进这个。扔这个武器，然后呢还要进血杀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啊。他进血杀，进武器，然后呢进血杀，进这个投掷道具，然后进血，这个3进。你看这个动画非常多余啊，从楼上跳下来还要给你一个闪身的动画，非常逗。红的大小都好，懂的都懂。有人喜欢巨乳系的，有人喜欢这个。那什么的啊，其实吧，这个就跟那个能量守恒定律一样，这个不排除有一些天赋异禀的这个女孩子啊，她就是什么，她无论她多瘦，但是她的胸还是非常大的。在医生来讲呢，就是她特别大的话，这可能是病啊，有点巨乳症啊，这可能是病。但是啊，我跟大伙说一句啊，正常如果你想要大的话呢。其实它是跟你这个身体的脂肪啊是有关系的，就是这个脂肪是有关系的。就是如果说你稍微胖那么一点的话，那么你肯定会大；你瘦的话呢，它也会相应的小一些。正所谓减肥的话是怎么减呢？对吧？要胖先胖肚子，要瘦先瘦胸。这个女人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对吧？这个就很难受。但是有的人呢，非常非常的瘦，但胸非常大。现在有整形了啊，有整形了，还有那种就是什么呢？还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天赋异禀的那种，像呢咱们香港咱们香港有一个叫叶子妹的，对啊，虽然说她不是特别大啊，但是她有一种违和感，就是那么瘦的一个女人，然后她那么大，这个就是天赋啊，这个天赋。
好像据说呢，他也是给自己的胸部投保了。现在给自己的身体投保的人不多啊，比如像什么朗朗给自己的手指头投保，对吧？然后你像那个是吧，给自己的胸投保啊，这都是有说法的啊。然后呢，再就是什么呢啊？再就是咱们直播间里面也有小姐姐啊。咱们这个虽然说啊，这个不能那么调戏小姐姐，但是我还是公开的采访一下啊。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啊？就胖的时候，对吧？先胖肚子，瘦的时候先瘦胸。这他妈是反人类设计啊！我如果要是胖的时候，对吧？先胖胸就好了，咱们就把自己练得非常瘦，非常非常瘦，然后呢，对吧？然后呢再胖，然后先胖胸啊，那多好啊，对不对？莫文蔚给腿投保啊，对我也听说过啊，我也听说过的啊。好，这个剧情呢我们还没讲完啊，剧情其实就是传承嘛，就说白了就是战国时期啊。不是咱们中国那个战国时期啊，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战国啊，咱们这个战国，他们那个战国时期呢，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国家啊，说白了还赶不上咱们一个省大啊，就是当然有个别省也是没有它，但是咱们就说，你像黑龙江省，它肯定比不了。咱们就说这个日本啊，当然日本呢，如果要算海的话，兄弟们啊，海域的话啊，那是吧，这个是吧，那就没说的啊，那就没说的。但是日本人，我跟大家伙讲解一下啊，他这个战国时期啊，不有这么多英雄吗？大家伙都知道有很多人啊，从那个叫什么织田信长啊，还是信长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叫。然后呢，然后再加上什么丰臣秀吉，什么德川家康的啊，这些人啊，就是这些事儿，大家伙知道什么吗啊？然后呢，这战国时期有这些什么武士啊、ninja之类的啊，然后什么幕府时代就是什么乱码七糟，然后传承到现代了，这不现代吗？还有地铁呢，对不对啊？就这个情况啊。托利亚，这个利亚绝对是就跟咱们就是我操的意思差不多啊。好，看看这边的这个红，咱们的这个红啊，连招还是靠拳脚比较多。他的这个技能呢，往下一蹲啊，类似于像一个元神出鞘的一个感觉啊。但是呢，他这个技能呢，多数为了打最后一下的感觉，都是跳起来这么抠，跳这个 BC 切换。这个游戏啊，最好还是要把这个怪物全都团到一起。你看他刚才这个练这个转身一刀，这个招式呢，它打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呢？就是说最后有一个火焰的效果，然后咱们再接就接不上了。其实这个就不太好啊。所以说你像那个老金呐、影连什么的，在连的过程当中啊，非常的过瘾啊，非常爽。而且这个游戏前跑也可以形成连击。一顿前跑都可以连的啊！如果做一个 TAS 的话，可以一直用跑来打连击，那真的是有点变态的啊！好，我们看看接下来，感谢我们的刹那芳华一手办卡。一会儿百鬼上场，百鬼呢是整个这个游戏当中这个人气最高的人物啊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手里拿着一个这个月经轮。月经轮啊，也是醉了啊！好，咱们是利用自己的这个小技能呢，可以用来挡一个无敌小时间，跑到对方身后啊。好，你看用这个技能然后来打，然后连击效果还不消失。你看这个血量啊，非常的多，连击效果还继续，然后用臂起手练必杀。好的，要打小兵。要打小兵啊，不打小兵已经消失了啊，就嘚了，已经是4连了。好的，连击效果消失，这时候再打的伤害你们再看一下啊，这时候再打的伤害就不高了。你看这伤害非常的低，这里面居然有那个 USA 的那个鹰，也挺讨厌啊。打 BOSS 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儿，如果没有这个。真的，如果要是没有小兵的话，打 BOSS 就无论是哪个 BOSS， 就包括最后一关的 BOSS， 没有小兵的 BOSS 这算不上 BOSS 啊，非常的皮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我记得当年我第一次看一个电影叫什么《蜀山》，啊，张柏芝什么什么人演的啊，然后那个电影里面就是有什么日经轮、月经轮，我说为什么月经轮是什么东西啊？好，奖励乘以2。那伤害也比初始的高很多啊！好，乘以3了，应该是到50是乘以4，是不是啊？跟小兵保持 Y 轴的这个效果就好了啊！
最后一点血了，怎么打都行。第4点伤害，好的，直接一招毙命啊！好，然后最后跟他唠唠嗑啊，打败他之后呢，咱们把他放走了。然后呢，到时候他们会来救咱们啊？怎么救的呢？其实是在那个，就是无论你先玩中国的咱们国家的关卡，还是玩这个日本啊，还是玩这个什么意大利啊，就无论你玩哪个关卡啊，你会发现最终呢，他俩最终都是一帮人把咱们包围了。然后呢，他俩过来之后呢，百鬼练一手必杀，啊，百鬼练一手必杀，所谓的救咱们，其实我想说那句话，我气得用你救我啊！来一帮小逼崽子就给我围住了，好像咋地似的啊！我直接一手对吧，腿绊连人带鬼棍，我直接就陷羊沟里去了，我扯那个事儿呢，对不对？月金轮，月金轮是真的醉啊！就是这起名起，有时候名起的吧，想入非非，对不对？打这个游戏的时候要有节奏啊，不是说你出招或者出拳出的快就一定会好，有的时候你出的慢点反而还无所谓的啊。全屏超杀怎么出？应该是下上 AB 吧？应该是下上 AB 啊，如没记错的话啊。好，你看你这个有这个乘以3的这个特效啊，就不一样。一套招就能正常就能秒啊！你看这伤害非常高的啊，都乘以4了都。孩子没事打点自行车，不打自行车一会儿消失了啊！好，还有摩托车，这个叫电瓶车啊。好，乘以4的这个连击效果，看没看见？其实这个连击效果在片尾的最后，咱们在那个结算的时候还有一个连击奖励。这游戏如果打摊分的话也可以啊。好。还有黄色的，如果没猜的话，还有黄色的，乘以5了，看不见？乘以5了，哎呀，消失了，这难受啊！咱们是进血的玩法，它这是3进玩法。我刚才也说了，进投掷道具进血，然后进 AB 血杀，但是呢，不进这个正常的小必杀，还有这个大必杀啊，全屏必杀。全屏必杀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肯定是没有连击的啊，没有连击，所以没有连击的话，肯定是没有爆炸伤害。游戏为什么是现代的背景？传承是什么意思？对吧？比如说咱们叫华夏传承，对吧？咱们叫龙的传人，传是什么意思？对吧？就是这个意思嘛啊。龙的传人什么意思？就是瓦龙的传人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好，直接踢死啊！果然是日本的游戏。那叫战国的游戏啊，基本上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战国呢。其实说句实话，咱们国家的战国时期是真的帅啊，对吧？对吧？战国的时期的时候，有那么几十个国家啊。这战国七春秋五霸，战国七雄，咱们那个历史多么对吧？多么屌啊！而且那个时候百家争鸣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有很多能人异士，是不是？现在那个你日本那个战国，那是部落跟部落之间的战争。好，当然这里面呢说是传承，你会发现啊。就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啊，哎呀，他跑的时候，哎，这个红跑的时候还是在颤，哎呀，还是在颤啊，还是非常 Q 弹的。我跟你们讲，你看啊，这红绝对是颤，还是在 Q 弹。他往前跑的时候，哒那种感觉非常爽。你看，哎呀，哎，把怪揪到一起是真的过瘾。你看。直接3个怪全秒啊！好，这里面呢，如果你要调作弊的话啊，如果能调成无限手里剑，
啊，就那个苦啊，那就真的是非常爽了啊。老色狼了。其实还是有这种横版过关游戏啊，能把兵聚到一起打，确实是非常爽。想当年咱们玩那个《地下城与勇士》，都知道是以这个街机横版这种动作啊、闯关类为基础，然后做的这么一个 RPG 的一个游戏。但你会发现一件事儿，哎，对吧？你发现一件事儿啊，就是还是那句话，把所有的怪全聚集到一起再杀，不仅节省蓝，还节省时间，玩的还爽，还没有危险性，对不对？这里面那个跟大家伙说，飞镖呢打中人是有特殊效果，但是呢它不能一直打。手里剑呢有穿透效果，它打过去有穿透效果啊，而且呢对方不会倒，你无限撇的话真的是非常过瘾的。我当时就无限镖然后去打。还有可以调成无限气儿，无限气儿的话那就无限练这种小必杀呢，各种无敌啊，也挺赖。好，看看。这个老头长得特别像那个什么啊？大家伙看没看过《赌博默示录》？看没看过？一个日本的一个漫画啊，后来改编成了这个动画片，然后还有电影。演这个电影了，后来呢，咱们好像是那个去年还是前年啊，那个李易峰呢，他还这个演了一个就是中国版的这个剧情啊，就是买的版权啊，是买的版权啊，翻拍了一下啊，叫《动物世界》好像是啊。好了，感谢我们的招风狼耳的一手办卡啊，支持我狼，哎。然后这个《赌博默示录》里面那个幕后那个老板啊，那个老板长得就像那个老头，对，冰藤，对对对，就是冰藤。啊，那个老头其实挺像啊，真挺像的，尤其是发型。啊，对，社长。中国的地图发现 BOSS 非常的没有排面啊，然后而且呢，这个 BOSS 就是一个这个战国时期的一个那个雕像那种感觉，一个武士手里拿一个剃刀啊，就是大蛇剃那个剃刀，然后呢，这个还不能招降，咱也用不了啊。但是我就想说啊，就是中国毫无排面啊，精神病啊。这个伊藤开司，我跟大家伙讲啊，就是那个《赌博默示录》是真的是一部超级优秀的作品，甚至我连他的外传都看过了啊，就他那个班长的那个一天，还有像那个什么中间管理那个叫什么那个人叫啥来？中间管理叫什么？那个这个第一部是反派，第二部还那个帮着那个什么，帮着那个谁的那个啊，一起玩那个帕青哥那个小子，哎，忘了那人叫啥了啊。当然我就说，就是这个。就那个，就是你大伙看啊，电影还差点啊。立根川，对，立根川，咱们大伙就看那个什么啊，看那个动画片版的啊，是真爽。好，这百鬼出来救人了，看没看见？啊，那里面的这个漫画也好，还有它的这个动画啊，做的都非常好的。电影呢也还行啊，也还行。这个第二部稍微差点，第三部呢再差点。但相反呢，咱们这个黎峰这个版本啊，他拍的这个第一部的第一部分的剧情，只有那个赌博那个扑克牌的剧情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还是可以。我10分满分，我还是能给个7分的啊，能给7分的。那个藤原龙也演的吧，稍微的怎么说呢？后面2部啊，可能是换这个路子了啊，所以后面2部拍的不是那么好啊。动画版是真的牛逼，就是如果你们看过动画版啊。就是我以前特别讨厌这样的动画片，比如说我看那个，我喜欢看那个什么足球小子什么的，但是呢，每次他搁这带球，然后给他回想，给他一射门，然后回忆怎么训练，然后怎么慢镜头，然后最后就是整个这一集都在讲他搁这带球，然后呢，到最后还刚想射门，然后请看下集，那我就非常讨厌。我承认是一个非常热血的一个作品，体育题材的作品，但是我觉得非常讨厌啊，这一集好久。不过呢，就是就这个赌博默示录啊，什么赌博堕天路什么的啊，这些，就他把一个故事一个人的心理给你分析的，就是你会发现很浪费时间，但是你一点都不觉得浪费时间，你觉得我操，这真的牛逼啊！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你整的，虽然说你看起来磨叽，但我觉得一点都不磨叽啊，真的是我就是非常封神的一个动画制作，而且讲人性的啊，这种动画片一般人不愿意看啊。这种就是俗称就是不残血不会玩系列啊，只要
但凡主角但凡多点心眼也不会被骗。但是被骗了之后，既然被骗了，那好，那我就跟你玩真的啊，残血就残血无敌，是吧？就这种人，就是主角这种人，我现实生活中也有啊。好，看看。木木唯一进的一个3分球扔了一整集，怎么说这个事儿？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有一些题材吧，他妈动画片的欺负老实人，对吧？你有本事你美少女战士你变身变一集，对吧？那我还喜欢看点，对吧？对吧？有本事你变身变一集啊，对吧？好，看看一会儿我们看看前面一只神鸟凤凰。啊，前面有一只神鸟凤凰，是一个小 boss 啊，但是这个 boss 呢，并不是那么难打。（括弧我说的是高手啊。对，能对一季波，对波退了一季，我操，太赖了啊！我操，这鸟啊，这不费血啊，这是一个动画的感觉。强行能打跑，这个你不能无限连啊，可以强行打跑，然后跳跃轻攻击起身压制啊！你看跳跃轻攻击起身压制，这个路子非常好。啊，虽然说 BOSS 血多，但是咱们这个伤害跟得非常紧啊！你看跳臂的话一定要抢先练啊！好，最后一套招，小 BOSS 直接爆了一个5000的黄金。最墨迹的动画片是什么动画片啊？说句实话啊，你就是大家伙儿就是我能想到的什么足球小将，就挺墨迹，什么还有那个什么四驱兄弟、四驱小子不什么的啊。然后火影忍者啊，对，火影忍者，哎呀妈，火影忍者给我墨迹的，我是真墨迹啊。这个火影忍者，这个我说句实在话，我觉得最墨迹的是啥啊？最墨迹的就不是鸣人，真的，很多人觉得说火影忍者主角是谁？啊，说主角是这个鸣人，我告诉你，据我观察，如果你看动画片的话，绝对不是鸣人。如果你看动画片是谁呢？就是那个冒充班的那个叫宇智波，叫什么玩意儿？叫我突然他妈想不起来，他冒充班面具男叫他妈啥？带土，对。就他是真的墨迹，我没见过这么墨迹的。我说实话啊，我就没见过这么墨迹的动画片。他一个就他跟那个自来也还有那点逼事儿，他没完没了。我告诉你，没完没了啊！我是真服啊，真的而且他确实符合主角的这个心态，最后也给洗白了。当然大家伙都知道啊，这个对吧？这洗白就弱3分，对吧？黑化强3倍，就是。但是我就说这个意思啊，就真墨迹，就一个剧情，就你看，而且确实啊，他也整的也挺好的啊，就那个也确实挺励志，而且也挺感人的。但是你没完没了，这个事让我真受不了。整个从400集开始一直到700集啊，就没完了，知道吗？啊，精神病啊，一直在回忆。你鸣人跟佐助回忆了多少场？我能算也大概能有个20-30场，但是带土跟自来也回忆，我大概是有个50-70场，我操！变态啊！还有一个墨迹的啊，我跟大家伙还说一个墨迹的，这个也是变蛤蟆，这小子也是蛤蟆啊。再跟大家伙说一个非常墨迹的啊，这个不是动画片了，就是我当年看一个电影，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做什么呢？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《少年包青天》，里面有一个人啊叫尔康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叫尔康的人逼逼赖赖的，他明明知道咋回事，他非得给你卖关子。我他妈，他就是开始给你讲这个到底是谁犯罪啊，从头讲到尾，他能讲2集，我是真服了这种人。而且每到说到别人就说你倒是说呀，我就是不说，哎，气死你个逼养的，我真服了啊！我真的，我当年我要不是知道到底是谁，我高低把电视砸了，真的气逼了那种，知道吧？啊，好，看看这关的 BOSS 呢，是个蛤蟆男，他最后是能变蛤蟆啊。其实他最后他也是骑着蛤蟆出来的，好多这个日本人愿意跟蛤蟆搞事情，对吧？从蛤蟆文太变成了一个蛤蟆那个小蛤蟆丸，无敌了啊！对呀，那少年包青天里那个尔康逼逼赖赖的，我不得不承认，其实那个作品还挺不错的，对吧？里面有很多搞笑的地方啊，有帅哥那个演公孙策那个人叫啥我就忘了啊，帅哥李冰冰啊，他俩还拍过一个广告啊，还挺美的。李冰冰又庞飞燕是吧？还有那个
咱们的小童星演那个展昭，这都挺有意思的。我也不得不承认，尔康的演技也确实好，但是你这个编剧还有那个导演呢，你想把人气死，他能把人气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气得我嘚儿喝的啊！什么那个叫什么隐匿村，什么大相国寺，还有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这狸猫换太子那个什么，那哇，真是我真想一个腿绊啊！服了，当时看那个不是，我跟你讲啊，其实吧，我倒不觉得他墨迹，他真正墨迹的是我当时是在黑龙江电视台看的，他这一集电视剧大概中间放3个广告，片头之前放个广告，片头之后放个广告，片尾之前放个广告，片尾之后放个广告，加上中间的3段广告，一个电视剧要放7段广告，而且中间还得加一个挺美内衣，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，而且那个挺美内衣还非常的诱惑我。要不然就是脑血栓，对吧？冠心病，对吧？救星来了，什么啊？许多老年人被冠心病所困扰。我真是，我看完我是真的，我当时我醉了，好吧？我这个童年就这么被毁了，真的，哎。这个倪虹洁老师挺美内衣是真的醉啊。好，我看看直接跑图。啊，直接跑图！每次一唠这个话题，我气得我真事儿，我肾都疼啊！好，我感觉我说句实话，我待会儿看我在解说游戏嘛，我感觉我好像没在解说游戏啊，也仿佛游戏跟我没什么关系，真的。看我老解说游戏，就是他妈的是听我逼逼来了啊，给我自己都说笑了，真的，真事儿啊，我自己都说笑了，我操！肯定是没有童年。你看咱直播间里有很多00后啊，你像那个咱那个小姐姐那个，这个柠檬小姐姐，大概她是97年出生的，她的童年应该就不会受这个所困扰啊，她不会受这些广告的困扰了吧啊？所以说我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我老解说游戏不逼逼其他的还有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你把我封为宝藏级主播的原因吗？啊，传说中的宝藏级主播只是拿游戏当一个幌子，实际上在搁这叭叭的小嘴儿啊，小嘴儿叭叭的，真的。好，看看啊，神探狄仁杰也确实墨迹，各种掉录像。墨迹的太多了啊！有的时候呢，它有天时地利加人和，对吧？尤其是你就黑龙江电视台，我一说你就知道了啊！这黑龙江电视台是真的狗，我不是说在这里黑黑龙江电视台，它真的是狗，对吧？你要评最狗电视台，黑龙江电视台最猥琐电视台呢，我就不说了啊，大家伙都懂。然后最土电视台呢，山东卫视。啊，你山东卫视这土味合集啊，真的是，你看山东卫视是真的过瘾，真的啊。你如果说你们有心情可以看一下啊。好，看看这里面这老愣，这老愣这个确实啊有点帅啊。感觉老龙像穿个披风一样，看没见？大家伙看那个燕双鹰啊，对吧？我猜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，说的跟真事儿似的。元芳那个演员吧，我感觉真的是演员其实还可以，虽然说一直都是一个表情啊，但是元芳那个演员我是真的醉了，我操！他演燕双鹰。好，游戏机1818黄金眼应该不是吧？应该是浙江卫视吧？啊，好，直接走了啊，跳走了啊，应该是杭州的，对，应该是杭州的。还有什么老娘舅什么的啊？老娘舅也是醉了啊。1818黄金眼，我操！好，我看看，哥们儿啊。电光丸啊，这个武器不厉害啊，真正还得是什么呢？名刀电光丸，哆啦 A 梦的神级道具。据说大雄拿上那个武器之后啊，把那个宫本武藏都给揍了啊！
后来宫本武藏拜他为师，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？什么佐佐木小次郎啊，什么宫本武藏，这都是在大雄面前都是懒闲子啊。好哇，直接被抠了啊！这两个连招啊，两个连招。29妹看不看？我没看过。其实也有很多墨迹的啊。相反，你像我看那个《天龙八部》啊，有很多就贼墨迹。我看《天龙八部》啊，我就讨厌看那个什么啊，我就讨厌看那什么，就什么啊，就是什么阿朱阿紫啊，跟那个慕容复啊，这帮阿里阿碧啥的，我就这不精神病演他们干啥啊？不演点段誉什么的？尤其是我最喜欢看段誉和那个什么，和那个穆婉清两个人。是吧？啊，这个就是传说中那个段延庆不亲爹吗？啊，段延庆是真亲爹，我跟你讲啊，段正淳我也喜欢看呐，段正淳也行啊，对吧？可以，我感觉就真的可以拍一个《天龙八部前传》啊，知这个大理风云，那把这个段延庆拍的稍微屌一点啊，那有人看啊，对不对？来个《天龙八部》剧场版，主要演段延庆的多好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就是那个啥，再就是我看那个电视剧。啊，看那个什么那个《鹿鼎记》还好点啊，《鹿鼎记》还好点。看那个《倚天屠龙记》啊，感觉就是怎么看就得看那个围攻光明顶那段啊，从那儿开始看就行了啊。然后呢，看那个《甄嬛传》，就从第56集那个甄嬛回宫那地方开始看啊，前面太惨啊，不看了啊。来看看最后一关了，兄弟们啊！不扯了啊，咱们还是好好说一下啊。这个游戏呢，它最难的地方呢，其实就是我个人感觉呢，最难的地方是游戏的节奏吧。如果你把这个游戏的节奏掌握明白了，基本上就没多难啊，真的是没多难。就是一般人上手的时候吧，总想用普通攻击来起手，有的时候呢并不好。像这些小兵啊，是真的很难的，不要以为 BOSS 难啊，其实小兵是最难的啊。我去，哪里能学六脉神剑？其实《甄嬛传》前面也挺好看的啊，《甄嬛传》呢是一个好作品。这个虽然说呢是一个原创小说啊，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，但《甄嬛传》呢里面就是那个原作者啊，他把这个人的这个心理啊给你讲得非常明白。虽然故事里面有很多 bug， 而且纯的玛丽苏剧情，但是我个人感觉还好吧啊。好，忍龙嘛，忍龙老作啊，以前老作。好，看看这哥们拿着斧子，这小子其实还是有点东西的啊。这个他是一个不能说小 boss 啊，他属于精英怪啊。3进是进什么？进血，进血杀。进放宝，也就是那个手里剑啊，你就比如现在地上那个标，你吃完之后就会变成6个标了。现在有3个标嘛啊，放这个标的话也很厉害的啊，尤其是打最后一关的 BOSS 呢，咱们通常很多高手会选择用那个什么，用那个雷，一个雷扔最后一关 BOSS 是炸不倒的，那个 BOSS 不会强行倒地啊，所以说这个还比较克制这个最后一关的 BOSS。咱9个那个雷的话还挺好的啊。其实相反，有很多剧很多人觉得墨迹，其实它一点都不墨迹。大家伙儿比如说有很多人喜欢比较封神的情景剧，排名第1的情景剧呢，虽然说啊这个不是《家有儿女》，而是这个《武林外传》，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啊，我的启蒙还是从《武林外传》不是《武林外传》去了，还是从这个家有儿女去了。我爱我家啊，我爱我家，我是先从我爱我家开始看的。在豆瓣上评分呢，我爱我家是排在这个《武林外传》后面。我是先看我爱我家，然后呢什么东北一家人。啊，东北一家人，再就是当时有个叫欢乐家庭的，还不叫快乐家庭的，后来拍的越来越水啊，就不看了。那是一个真的是连续剧啊，连续好几千集那种。然后再有呢，就是什么，还有什么闲人马大姐呀，什么八哥正传，这就没啥意思了啊。有人喜欢看那什么地下交通站，还有我记得有个叫向阳理发店的，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没看过，但是现在已经全网封杀了啊。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些敏感话题，全网封杀啊！真的，我相信有人看过，
向阳理发店，侯勇主演的啊，但现在已经删掉了啊。炊事班，对，炊事班，外加爱情公寓，很多人也都看吧，是吧啊？好，我们看看这小兵啊，千篇一律，轻版就是这样啊。有的小怪呢，在后面几关才会有，而这个轻版呢，在前面的时候就已经出了，所以说无所谓的啊。我爱我家和东北一家人，我经常有时候没啥事翻出来看看。东北一家人，说句实话，那牛小伟是真的逗逼啊，牛永贵啊，牛继红，牛小玲，孙明，就那里面还有什么？那里面还有那个什么沈腾啊，这邓超这都有啊，很多人都没见过啊，其实有这些人的啊。我记得小时候我妈最逗了，我妈看什么韩剧，看什么洗澡堂的什么家的男人，什么看了又看，好几千集，我是真服了啊！我是真服了，我操！看啊，我说这有啥意思呀？那就看韩剧啊，逗死了啊！我看看，接下来是刚才那个门也是个小 boss， 但是那个门啊，由于站着不动啊，傻不喝的啊，所以说那个门呢，那个面具其实也有说到的啊。如果大伙儿其实还不是咱们大伙儿不了解一些日本的这些传统，还有日本的一些什么妖怪啊什么之类的东西，现在有很多东西一出来，比如说咱们中国的这个妖怪，什么《山海经》啊、《搜狐神记》里面出来这些东西，大伙儿一看你就懂，对吧？但日本的很多东西你不知道啊，不了解它的文化，所以说，有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你就当成一个 boss 就好了啊。当然你要解读它也没有这个必要啊，你懂吧啊？你怎么穿着品如的衣服？好，这里面的这个小女怪啊，都长得不错啊，确实可以的啊。我小时候也是看那个《梦境记》《色即时空1》《色即时空2》，看过这个美国派啊，就是小时候经常有这种碟。说句实话啊，这些片儿呢，也是青春性喜剧吧啊，应该算是性喜剧。它严格来讲不算是3级片的，知道吧啊？我看那个什么啊，这个哇，这一刀多少血，兄弟们！这一下啊，确实是非常凶。蜜桃成熟时，我看的其实不多，我大概也就看了7、8遍吧啊。其实我看的最多的呢，应该是08版的这个《金瓶梅》，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香港奇案之，是吧？之那个什么啊，我就不多说了啊。还有那个借种啊，其实借种那个挺狠啊。那个女主角只拍了1部电影，就是那一部电影。那个叫秦什么什么，我忘了啊。男主角呢，按理说应该是反派才是男主是吧？咱们先不说反派，咱们先说正派啊。那个人一直演反派，但是在那部里面他演的也不能说是正派啊，就是他是一个军人，对吧？在战争过程当中呢，丧失了这个生育的能力。然后那个军人呢，就是吴亦江，老演配角、老演反派的那个人啊，他也演过这个坏人啊，3级片的那个男主角的坏人啊。但是呢，在那一部里面，他就是非常嘚儿，被那个何家驹啊父子俩给欺负了啊。就是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，那一部里面的女主是真的极品，我跟你讲，没法解释这个事，就拍了1部电影啊，就拍了叫秦可秀，应该是吧？好像叫什么可秀，我忘了啊。对，就是在那个追龙里面，王晶那个追龙电影里面演那个肥仔超的那个啊。好，看看这里面还有面条啊，咱们是禁血啊，所以说不吃啊。有的时候你像这个蛤蟆啊，第一时间用近距离的攻击呢，它因为太矮了，所以说你砍不到它啊，咱们就得用远距离的攻击，就是用这个普通刀。好的，这是一个卡怪的方式，可以连了，1、2、3。
这已经是4连了，看不见？连击数一直没断，所以说打这个小怪说秒就秒啊。包括这种怪2管血的怪说秒就秒。好，还是4连。在这里面咱们还有一个爆气的效果啊，看不看见？有一个爆气的效果啊，这个效果也是咱们的轻版啊。好，又是神鸟凤凰，满清10大酷刑，还有满清10大酷刑2之赤裸凌迟，印象非常深啊！我操，这个居然能放出哎！这个凤凰能放出3个这个飞行道具的这个效果，然后再加上这个 BOSS， 看不看见？这双 BOSS 啊，这双 BOSS 其实有点难度啊，有点难度，不好控制啊。叶子妹也演过，是跛豪里面叶子妹就是。对吧？也是出演的，还有就是《满清10大酷刑》里面叶子妹啊，不是，那叫那不是《满清10大酷刑》啊，好，捡起来。像这些什么这些反派好多人啊，郑浩南也是醉了啊。好，来看看最后一关的地图了啊，最后一个地图。怨一兜打完了之后，钻到后面啊，钻到后面，这也是唯一一个 BOSS 可以练这个伪全屏的必杀，他是不会倒，你看他不倒地啊，这个人啊，这人有霸体，不是这个有一个霸体，就是强行不倒地。好，好，打完啊，练招了啊，要跳回来，然后反过来。这个 BOSS 啊，会练这种招式啊，吸引这个怨气，然后还能长血，非常的恶心了啊！好，这么打的话，费血确实少啊。我这个技必杀呢，我要死！我们看看啊，有难度啊，主要是小兵，你知道没有小兵咋都行啊，真的是，这个小兵是最讨厌的。好，可以了。哎呀 ，BOSS 非常的变态。好，躲一波。啊，有连击，打到最右边来打啊！好了，连击消失了，一个小兵还好啊，怕就怕2，好了，打死了的话，小兵一会儿还会刷呀啊！看看刷什么啊？躲一波，这么一个打法呢，虽然说打血少，但是呢还不错。好的，这个飞头兵也很讨厌的，兄弟们，可以用气儿来搞。咱们现在呢打出这个效果是有长气儿的，大家看，啊，哥们儿可以吸这个怨念，快死了，但是他吸怨念，好，回血了，不过回不了多少血啊，兄弟们啊，可以，漂亮，KO，不行，临死他也不死，他有点跪下，看没看？就是不倒地啊，他把这个反派克制非常顽强啊，相当的顽强，牛逼的要死。好，可以看到连击成79，这个刷分的话，连击这个 combo 啊也是要这个有连击的，好，直接融化了。说白了啊，就是回复这个咱们正常的这个环境啊。这些人复活了之后啊，搞事情，对吧啊？所以说就是这个情况。好，那也是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啊，一共6位主角，每位主角长得都很帅，是不是啊？只有那金刚呢，确实看起来有点大汉的样子，但除了他之外，难道金刚也还是非常帅啊？对吧？确实大，拿个棒子有点像苏烈。你说这个苏烈是不是根据他来来整的？我说错了吗？你们看啊，你们想，真的没毛病啊，苏烈啊。好，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。如果大伙喜欢小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下期再见。